哦，你看它这个烤羊，我还烤这鸭子。哦，你是那个做那个烤羊炉的那个王龙年师傅是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是王龙年，来自山东济南章丘区。那我的兴趣爱好啊，就是搞一些发明和一些研发。之前我研发过一款烤羊设备，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5000多个客户在使用。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呢，后期很多客户他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我们那个做那个餐饮的啊我们的店里没什么特色。啊现在啊，就是烤鸭比较盛行，我们想专门上点烤鸭的这个项目。啊！你这个炉子也能烤鸭子吗？对，这个炉子，这是一台烤羊炉，但是也能烤羊，也能烤鸭。哦，你里边烤了一只鸭子是吧？对对对。因为大家知道吃这个北京烤鸭呢，这个皮啊必须要酥脆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口感好，颜色漂亮。我们烤出来呢颜色达到了，但是拿出来一会儿呢还没有片完，那烤鸭它就迅速回软了，那个皮的口感就没有达到它的要求。我们意识到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是市场比较普遍的一个需求，于是呢我们迅速投入了第一代的研发。我们研发第一代的时候呢，是在烤羊炉的基础上做了微调整，把烤羊炉里面的挂架换成圆形的那种挂架，专门做烤鸭的。内部结构稍微变换了一下，外观呢改成烤鸭那种外观，做的比较现代化，比原来烤羊炉烤出来的要好一些。但是烤出来以后呢，过个5、6分钟，这个鸭子的皮呢还是会回软。第一代烤鸭炉没有达到客户的理想效果。找不到问题的时候，那才是最困难的时候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烤鸭皮回软的情况下，然后自己没事就想吃饭也想睡觉也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？于是呢，我们当时就翻阅了很多资料。那我呢也出去到北京啊，到很多地方去考察了很多烤鸭店。我发现市面上的烤鸭呢，基本上分为2大流派，一种呢是以全聚德为代表的挂炉烤鸭，还有一种是焖炉烤鸭。挂炉烤鸭它烤出来比较干香，焖炉烤鸭呢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口感。那我可不可以集他们2家之所长，结合传统和现代，然后做出新一代的烤鸭炉？如何就是在烤制过程中呢，排除它的湿气，让这个鸭子呢烤出来以后皮依然是酥脆的。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呢进行了第2代的研发。我们在研发第2代烤炉的时候呢，就是把烤鸭炉的后面排气管增大增粗，湿气呢充分排出去。第2呢，把炉膛加大，让它的火更旺一些，火旺了可以把湿气充分吸收掉。这样呢，烤鸭烤出来就比较干香，它就不会回软了。因为我们这个烤炉啊，有碳的，也有电的，很多地方现在不让用碳，只能用电。像我们这个电的就非常适合他们。它占地小，占地就1平米多一点，没有油烟，不会产生污染，用的也比较少。挂进鸭子体不需要来回翻动，它自动旋转，到时间你就可以拿出来。烤制的过程中效率也比较高，一次可以烤20到30只。烤制的鸭子呢，也是外酥里嫩。来，冯主尝一下。哦，这就是你刚烤出来的鸭子是吧？对，看着这个颜色都可以啊。这个味道也行，我很满意。客户来了，他当场也是非常满意，立刻就订购了3台。那时候感觉，哎呀，这真是不容易，一下为客户解决了需求，也是心里比较欣慰的。
我想我们的第二代烤鸭炉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普遍大众对烤鸭的这个需求，进入门槛不是很高，对操作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。我的烤鸭炉啊，烤出来的鸭子已经非常完美了。但是呢，我考虑现在市面上呢烤鸭非常多，其次呢就是说烤鸭这个产品太单一了，形不成这种有效的竞争力。于是呢，我就考虑着能不能做一个纯鸭宴，以烤鸭为主菜，然后呢搭配上这个鸭脖呀、鸭翅啊、鸭掌啊、鸭头啊，有卤的、酱的、熏的、炒的、有炖的，比较丰富的全鸭宴，让客户呢吃着呢，感觉比较新奇，它还有面味，然后花费还少，这是我们的最终追求。我的发明能帮助到这些中小的餐饮创业者，惠及到那些正在做餐饮的、正打算进入做烤鸭的这些人。然后呢，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设备，没有一个好的技术来发售，那我们这个设备正好可以解决他的这些问题，正好可以帮助到这些人。